你表姐那边，此前我稍微利用了她一下，后续也已经处置好了。前几日刚去了一封书信，送去了一些丹药。我表姐她其实本性还是不错的，就是爱显摆了点。李长寿笑而不语。灵儿在旁边想了一阵，脚丫子突然停下了晃荡，纳闷：师兄，有个问题我可以问吗？问就是了。李长寿身体后仰，双手撑在木桥上，眺望着黛青远山，瞭望着云起云落。有人暗中做这事，如何能瞒得过圣人老爷？截教的师叔教主也应是知道这些事的呀，为什么之前没去管呢？李长寿不由一阵默然。灵儿小声问：是不是不该问这个呀？哪有什么该问不该问的？灵儿，你仔细想想，他们收取灵石，收记名弟子这事儿，本质上是什么？滥传功法。若是在阐教，依照阐教教义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轻受，也不过是将其逐出师门。而截教传法传道本就没有约束，如今截教万仙来朝，便是三师叔当年传道的成就。此事其实只值得训诫，最多是逐出截教。今日这般直接打杀了100多仙人，是在此前红莲镇压截教教运失败的背景下，将他们的罪名放大了许多倍。此次之事不过是多宝师兄找了个由头，敲山震虎，整肃风气，让截教上下团结一心，应对大劫。毕竟真正压死骆驼的并非最后的那一根稻草，而是骆驼背上原本的重量。灵儿捏着自己下巴一阵轻吟，小声嘀咕：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事。你莫要总觉得自己聪慧，三界之中高手无算，3位大师兄都是智谋算计远超于我的高手。师兄，你这就太过自谦了，云霄姐姐对你的谋算之力无比推崇呢。这种事儿啊，我宁愿自谦万倍，也不敢自大一成。李长寿身形一翻，直接飘到了门旁的躺椅上，丢下了一句记得把碗洗了，就闭目，仿佛睡了过去。灵儿做了个鬼脸，端起玉碗招来托盘，哼着林间的小调，驾云离了重重阵法，当真是悠闲了。心神挪去南赡部洲，趁着截教万仙大会还未落幕，赵大爷还没有过来找自己倾诉，李长寿决定做起一件大事。说是大事，其实就是检查一下各地的状况。指道人自商部落的疆域内醒来，先时扫过，发现商部落的旗帜已经插满了万里内的各处城头，这扩张速度当真是令受赞叹。随之李长寿的先时就寻到了完美融入俗世生活中，正在体验凡人苦乐的七情转世身。有孔宣暗中庇护，七情转世身过得是相当滋润，在一座大城之中活成了小霸王其乐无穷的模样。七情分属7个人格，按时辰外出活跃，导致这个少女成了凡人眼中的怪胎，精力异常充沛，时刻保持活力。但这年头只要外相生得好，3观跟着5官跑。七情转世身生而貌美，自是有不少提亲有所图之人，但无一例外都被七情转世身捉弄得相当的凄惨。还好他们只是游戏人间，始终保留了后土娘娘的那一份温柔，并未真的伤害过凡人。见此状，李长寿也就暂时打消了带他们去天庭的想法，让他们与人族多接触，终归是有益无害。正因凡人寿元短短，人生才会迸发出更多的诗意与浪漫，天庭天人族的城池就少了许多烟火气息，没内味。孔宣还在闭关，李长寿虽然好奇，但没啥事儿也不敢打扰，就派了一具指道人赶去南东周3州交接之地，查看此地妖族情形。此行李长寿还特意去了一趟陈塘关。陈塘关经过上次灵儿历练，
搞掉了一批大妖之后，比原本变得安宁了许多，人妖势力暂且相安。但随着妖族元气渐渐恢复，冲突自还会在未来继续爆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塘关的人口正在迅速增加，此地土地肥沃，又有一群护卫此地的强人，且因外围妖族给的压力以及修行之事的主持，偷盗欺凌之事近乎完全消失，吸引了不少流浪四方的人们落足此地。李长寿也并未打扰此地安宁，像是一个过客，只是走走看看，指道人悄然离开。说起用指道人监察，有一个地方李长寿一直没有落下，自然就是黑豹处。这个黑豹啊，自从丢了夫人之后，就在洞府之中老老实实的修行，扎扎实实的提升自身实力。也不知是天道影响，还是大劫劫运作祟，黑豹不只是修为速度比原本增快了许多，想法也在渐渐变得偏激。李长寿偶尔听到黑豹自言自语，从旁人能做到为何我做不到，渐渐变成都是天道不公，所以我才做不到。对此李长寿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不敢强行干预这一只黑豹的成长路线，免得被某位欠债却成了大爷的老爷用小电鞭一阵安慰。怕倒不是多怕，就是有辱斯文。真正的路鸦已经被黑豹毒奶给奶死了，自己也没有什么迫切的所求。下一次灵娥要渡劫的时候来这里求一签，他定难以渡劫成功，增加一点玄妙的成功率。左右无事，还要等赵公明前来抱怨，也无法静心修行。李长寿也就开始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去地府转转，与轮回塔的地藏下一盘棋，享受一下谛听的摁肩服务，在南海之滨走走，与当初选择追随自己的各位魔兵谈谈心，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诉求，再跑去龙宫打打秋风，搞一点阵法类的宝材，顺便体验一下龙王的枯燥生活。而后意外地发现，敖乙、卞庄、灵珠子三兄弟已经离了地府，不知道去哪儿浪荡了。各位魔兵最近也恋上了尘世，在体验百家人生，做起俗世的各行各业，甚至还有尝试娶亲成婚的打算。东海龙王最近也有些郁闷，在发愁龙族龙口出蛋率创新低的老大难问题。左等右等，4、5日匆匆而过，截教万仙大会都散场了，却不见赵大爷来海神庙。李长寿心底一阵嘀咕，莫非我推测错了？这没道理呀！长庚，长庚！心底泛起了熟悉的呼喊声，却是来自于天庭水神府的书房之外。李长寿连忙将心神挪了过去，对着镜子确认了一下指道人的模样，端着拂尘匆匆而出。杜木公精神奕奕地站在门外，见到李长寿就是大笑几声。哈哈哈！恭喜长庚，贺喜长庚！啊，这喜从何来？那太白宫已是修好，昨日监造太白宫的仙神已在通明殿中述职，今日通明殿也派人验收，若长庚愿意，今日就可搬过去。李长寿想了想，却道：啊，有劳木公费心了，但陛下的旨意尚未凝成，提前入住怕是有些不妥。哎，天庭哪个不知，哪个不闻？并非是这般，还是稳妥一些。等陛下旨意下达，神位有所进阶，我再搬家也不迟。这些不过都是虚名，为天庭、为陛下效力，才是首要之事。杜木公做了一个道揖，笑道：那就依长庚所言，我再去催催通明殿那边，让他们停下不必要的旨意。有劳木公了。小事小事。虽然天庭现如今凝旨已比原本快了许多，但同时需凝的旨意也比原本多了许多。而修改天庭职位，提升星君品阶，需要调动的天道之力也比其他旨意多了数倍不止，花费的时间自然就更长一些。其实这些随遇而安便是。
李长寿摆了摆拂尘，请木工进来喝茶。木工却记得李长寿许久前的叮嘱，他们两个最好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感，不能太熟悉，免得影响到玉帝陛下的威信。当下木工就告辞离去，李长寿将其送出了水神府。还不等李长寿转身，另外一具指导人总算是听到了那熟悉的叹息声。哎呀，赵大爷来海神庙了，这也没什么好激动的。安顿好水神府的指导人，李长寿的心神挪去海神庙，与赵公明顺利碰面，又命神使奉茶。赵大爷果然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李长寿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观察着赵公明那复杂无奈且略带疲倦的面容，心底暗自一叹。接下来就是那6个字，长庚这次的事要登场了。长庚啊！赵公明一声轻唤，眉头紧皱，胡须都在颤抖。来了。李长寿又抿了抿茶水，准备着稍后的长篇大论。赵公明提了一口气，又迅速落下，低声问：若阴阳和合，有了肌肤之亲，如凡人那般洞房花烛，会不会有子嗣啊？李长寿着实愣了一下，将口中的茶水迅速咽下，头顶挂满了问号。不对劲儿啊，赵大爷今年不太对劲儿啊。果然不对劲儿。李长寿注视着眼前这个蓄着美髯的截教外门大弟子，云霄仙子的老义兄，自己跟截教最先产生交集的洪荒大能，目光逐渐犀利，已知此时万仙大会已经散场，1天又8个时辰。按赵大爷的性子，本该散场之后就来此地找自己倾诉，犯错时间相当的充裕啊。又知此次截教内部震动，不少截教先被斩，截教内部的气氛压抑，定会有人内心抑郁，想找人倾诉，大概率是喝了点酒，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内心郁结，需要发泄，犯错情绪相当的到位。再有，此时赵公明老哥双目炯炯有神，眼底满是希望的光亮，嘴角微微撇起，胡须都打理得分毫不差，嘴上表达着担心，眼底隐含着期待，明显就是神清气爽的状态吧。综上所述，根据公明老哥此时脖颈上那浅浅的唇印，李长寿做出了大胆的推测。金光？赵公明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看了眼身后，摁着李长寿的胳膊忙道：莫要乱说，莫要乱说啊！这事与金光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哥，那是谁呀？赵大爷嘿嘿一笑，先是百般扭捏，又是12分羞涩，最后老脸一红，嘿嘿直笑，道出了一个名号：林。突然感觉脖子有点凉呢，为什么？老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会有子嗣吗，长庚？那首先要看到底进行到了哪个步骤。你要问还剩什么步骤？那没什么步骤了。赵公明抚须轻笑，突然低头看了眼脚下，小声问：怎么蹲下做甚呢？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低声道：脚软，害怕。老哥，你是情投意合，二心萌动，情不自禁，还是冲动难抑，酒后迷乱，酿成大错？赵公明仔细地想了想。哎呀，我与玲玲相识多年，原本只是同门情谊，也就是在金光师妹对我表露情愫，而我们确定彼此做不成道侣之后，这玲玲与老哥呀，突然走得近了一些。玲玲，我还云云呢，我啊，那就要恭喜老哥，贺喜老哥了。同喜，同喜。
赵公明抚须眯眼笑着，但是笑容渐渐收敛，又问：不是，这到底会不会有子嗣啊？嫂嫂没说吗？没。哎呀，我们当时醉了酒，醒来时啊，他已离了我用定海神珠开辟出的那个小乾坤，留下了一封书信，让我过段时日再去寻他，还说什么？赵公明以手遮面叹道：哎呀，大意是说，昨夜是他的问题啊，本是好奇你与云霄当日未做完之事是哪般，这没想到哎呀，他那封信中说呀，会对老哥我负责的，但此时啊心有些乱，让我晚些时日再去寻他，还让我别把这事儿透露出去，就当是一场梦。别呀，这个时候就应该乘胜追击，稳固感情。嫂嫂容貌出众，性情率真，又神通广大，更是截教第一女仙，与老哥你分外般配啊。老哥，你是天地间第一缕清风，若嫂嫂根脚属水，你们就是细雨裹春风，润物细无声；若嫂嫂根脚属土，你们就是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走天涯，多般配呀！是啊，还是长庚你有文采。赵公明继续抚须轻笑，突然发现自己捋一遍4寸长的胡子，手就碰到地面了。哎呀，长庚啊，不是，咱们要不要先从椅子下面钻出来啊？咱们躲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尴尬一笑，各自起身坐回椅面，相视大笑。